住在10米深的地下掩體和住在5米深的地下棺材裡，哪個讓人更難受？他們要挑戰在5種未知的空間裡極限生存，誰能堅持到最後就能贏到獎金。第一關挑戰住在10米深的地下掩體裡，只要能生存7天就會贏到10萬獎金。這裡沒有網絡，沒有時間，更沒有窗戶，如此災難幽閉的環境，他能堅持多久呢？阿偉心懷期待地進入了地下掩體，僅有9平方的空間還不算太糟。他快速翻遍了所有的物體，並沒有發現食物、水源和廁所。節目組該不會是忘記了吧？這時突然看到牆壁上的線索，才意識到還可能存在其他的房間。入口到底在哪裡呢？阿偉移開床頭的櫃子，終於發現了隱藏的通道。他順着入口爬進去，在轉角處看到了第2個房間。這裡果然存放着食物和大量物資，還有一條通往第3個房間的隧道。阿偉解鎖了重要區域衛生間，如果吃喝拉撒都能解決的話，那獨自生存7天也不是沒有機會。只是來回穿梭3個通道之間非常耗費力氣，他很擔心萬一有一天拉肚子還能不能趕到廁所去。接下來阿偉仔細清點了所有的物資，盡量分配出7天所需的食物和水源，然後睡一覺讓時間過得快一點。但是3個房間都沒有電源開關，睡覺不關燈屬實有點為難。第1天過得還不算太糟，第2天阿偉在不知時間的密室裡繼續生活，他感覺有點胸悶出汗，可能是因為空氣不流通的原因，但是習慣喝茶的他執意要燒一壺熱水泡茶，導致這個房間更加悶熱了。阿偉只能帶着食物離開，前往1號房間。他卡在隧道裡艱難地爬行，簡單吃個飯怎麼就這麼難？仿佛只有睡覺才能讓時間過得更快。不知過了多久，肚子的不適感將他喊醒。阿偉快速爬過2條狹長的隧道，直衝廁所，真怕晚一點會拉到褲子裡。他把毛毯釘在牆壁上做帳篷，遮住燈光，睡得就能安穩一些。這一次他睡得很沉，完全沒有感應到密室的變化。不知從哪出現的水逐漸淹沒了地板，連同其他的房間一起變成了池塘，而且水位還在不斷升高。阿偉被嘩嘩的聲音吵醒，瞬間嚇傻了眼睛。他以為是上面下雨了才會漏水，殊不知節目組會讓你這麼容易拿走獎金嗎？他趕緊用沙袋和被子堵住出口。這麼多水，如果有電源在地上就更加危險了。阿偉趟着污水前往其他房間檢查，他很疑惑這是什麼突發情況？難道節目組的人看不到嗎？現在還不是發牢騷的時候。阿偉突然想到便携的馬桶還沒有查看，這要是側翻了不得變成污水池啊。他快速找到一個框架，將馬桶架高了一些，然而救援工作還遠遠不夠。隨着水位慢慢升高，第1個房間馬上就要淪陷了。阿偉快速折返回去，將重要的床墊釘在了牆上。災難進行得如此之快，他顧不得絕望，顧不得崩潰，只想拯救一些物資，挺過1秒是1秒。馬桶又要差點側翻了，阿偉只能繼續墊高，遠離水位。這糟心的房子還能住人嗎？他試圖向攝像頭求救，但是節目組沒有一點回應。阿偉跑來跑去，累得雙腿發軟。這第3天他過得很辛苦，在他睡覺的同時，水位還在升高，僅差幾公分就淹沒通道了。想要前往下一個房間，只能露出半張臉來呼吸。他決定放棄1號房間，留在有食物的區域才能不被餓死。看着淹沒的密室，他也想過放棄，但是在水中泡了這麼久，還有比這些更殘酷的嗎？阿偉堅信這一天挺過去就好了。他躺在2個貨架的中間睡一覺。被淹沒的密室看着就很危險，而唯一的通道徹底被淹沒了。第4天，他準備待在2號房間，哪也不去，有吃有喝，他還能堅持。不得不說，阿偉的心理非常強大，守着糧倉吃得很是開心，但卻忽略了上廁所的困難。被淹沒的通道如何穿過去呢？想想都有一種窒息的恐懼。阿偉為了保留唯一的空間不受污染，決定要去衛生間解決。他深吸一口氣，潛入水裡，快速游向3號房間，憋得腦瓜子嗡嗡的。來到廁所才發現，好像在哪解決都是一樣的。他再次憋氣返回2號房間，這一來一回差點要了半條命。他發誓再也不去廁所了。本以為這已經是比賽中最難的模塊，沒想到突然停電了。阿偉變得更加崩潰。淹沒的密室，黑暗的地下掩體，他還有堅持下去的理由嗎？還好有手電筒照亮了唯一的希望。阿偉不知道度過了幾天的時間，但他始終堅信距離成功不太遠了。第5天的時候，水位慢慢下降了一些，恰好在貨架上發現了一塊備用電池，只要返回1號房間，連接上插座，或許能打開燈光。阿偉熟悉一點皮毛知識，沒想到關鍵時候能派上用場。當燈亮起的那一刻，阿偉激動得快要哭了。久違的光明瞬間覆蓋了黑暗，好像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發展。他又有了堅持下去的信心，但是整個人的狀態明顯恍惚了很多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再年輕的小伙也撐不住啊。接下來的時間，他準備好好睡一覺，不管幾天幾點睡着，時間過得肯定快。第6天的時候，阿偉一直待在1號房間，他穿上一雙新鞋，準備隨時可以出去，但是不確定有沒有住夠7天。他能做的就是一直等着，無聊的等着，再也沒有剛進來時候的興奮了。在密闭的環境獨自生活真的很壓抑。突然一聲巨響將他拉回了現實。阿偉不確定是哪個房間怎麼了，趕緊游過去查看。2號房间的通道塌方了，這一幕他看得心驚膽戰。如果砸在自己身上，那還不得青一塊紫一塊。阿偉意識到待在這裡很危險，趕緊向1號房間游去。此時備用電池也沒電了，雙重的恐懼再次襲來。阿偉無助地躺在床上睡覺，就算睡不着他也不會起來了，就這樣在黑暗中等着。
時間一分一秒的消失，終於熬到了第7天的晚上，節目組敲響了大門，提醒他可以出去了。Денщик, бля, Денщик。阿偉來到出口處向上看去，新鮮的空氣，久違的天空，他激動得溢於言表。7天的末日生活太難熬了。阿偉挑戰成功，贏到了獎金，身上臭烘烘的味道，他直寵攝影師藝人。第2關挑戰住在地下5米深的棺材裡，如果能生存7天，就能贏到10萬美金。幽閉的環境讓人窒息，他還來不及再看一眼這個世界，就被泥土遮住了天空。吉米有些慌了，還活着就被埋的感覺非常可怕，再加上挖土機的重量，整個盒子都在顫抖。他很怕棺材蓋會突然裂開，好在節目組在每個角落都安裝了攝像頭，外面的人可以清晰地觀察他的狀態。如果堅持不下去，可以隨時離開。挖土機很快填平了深坑，活埋的挑戰也正式開始。在接下來的7天裡，吉米要一直躺着住在地下，這裡面有一些食物和1桶20升的礦泉水，他不用擔心會被餓死了，還有一些日用品或許可能也用不上。幽閉的環境還沒有適應，吉米很擔心會窒息而亡，他希望對講機的另一頭有人一直陪着他。顯然小助手們並不願意，這注定是一個人的戰場。吉米決定睡一覺，讓時間過得快一點，希望明天還能睜着眼醒來。第1天在擁擠和害怕中度過，第2天醒來，他決定把唯一的褲子變成短褲，在狹小的空間裡舒適才是最重要的。隨便吃一袋預制菜，肚子不餓就不想加。而外面的小助手們正在他的墳頭吃燒烤，吉米卻不敢多吃，如果哪怕微拉一點點，也會讓挑戰更加困難。剩下的時間就很無聊了，他只能敲打棺材制造娛樂，一只襪子也能當做玩具。迷惑的行為讓人不解，或許這就是無聊透頂的舉動吧。小助手將一根管子塞進了泥土裡，竟然碰到了吉米的棺材蓋，然後用吸尘器吸掉管道裡面的泥土。他要用微型攝像頭看一眼地下的吉米，他们玩得很開心，完全不顧及吉米的情緒波動，被人撩一下就跑的感覺很失望。這時突然出現一隻蒼蠅，讓吉米更加心煩，真是哪都少不了你。他已經連續躺了2天了，身上只有一種感覺 ：back pain, back pain, back pain, and maybe some back pain。難過的感覺更加強烈，但是第3天會越來越糟。下了一夜的暴雨讓他的墓地更加淒涼。小助手問他還活着嗎？竟然沒有收到任何回應，是在裝睡還是嘎了？小助手們決定換一種方式叫醒他，他們搬來15個音響放在他的墳頭，然後一直按喇叭，刺耳的聲音果然傳到了地下，吵醒了沉睡的吉米。上面在瘋狂地開派對，低音炮的聲音仿佛可以穿透地面，連同棺材一起搖晃。吉米發現一顆螺絲鬆動了，很擔心棺材板承受不住震動，希望他們趕緊停止。小助手們也只好作罷。吉米決定運動一下，防止雙腿萎縮，畢竟3天沒有走路了，2隻腿幾乎忘記了使命。他找到2個只有3斤重的小啞鈴，每天動一動保持活力。如果躺上7天，他不敢保證還能不能站起來。糟糕的一天即將結束，他又要開始睡覺了。外面的小助手好像一會也沒有消停，他們連夜在旁邊挖出一條地道，在第4天早上準時敲響了吉米的大門。這是什麼騷操作？雖然不理解，但是看到久違的人類還是很欣慰，僅僅對視了一眼就很想哭。等他們走後，吉米又開始了漫長的孤獨。他明明很累，但是到了晚上卻睡不着，這種感覺非常折磨人。他不知道為什麼總想哭。這一天他過得很鬱鬱，很慶幸第5天他還活着，但是卻打不起一點精神，不想說話，也不想吃飯，甚至連節目組的日常問候也不想回應。他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，但是小助手們就想看他難受，完全不理吉米的呼喚，反而讓對講機飛得更遠一些。他已經在地下躺了5天了，後面的日子越來越難熬，他不知道還能不能撐到7天。又是一夜暴風雨。第6天早上，小助手按時喊他起床，這次吉米沒有任何回應，直接關掉了對講機。從錄像上看到他很悲傷，不想搭理任何人。吉米的情緒低落到了谷底，他一說話就會想哭，莫名其妙的想哭。他很想離開這裡。節目組請來家人和他通話，終於打開了一點心結，原來外面還有人在等着我，還有家人需要照顧。他又找到了人生的意義，只剩下最後1天了。最難過的前6天都過去了，還會害怕最後1天嗎？吉米決定再堅持，他要開始睡覺了，希望一覺醒來能看到明天的太陽。第7天的早上一片晴朗，不敢想象他竟然在地下度過了7天，完成了一項一動不動的極限挑戰。外面的人在慶祝勝利，吉米1秒也不想待在下面。小助手們開始挖坑，他們可能挖1天也挖不到棺材，還是挖土機的效率更高。他已經迫不及待想要跳出棺材了，只是很擔心2隻腿還能不能站起來。吉米看到挖土機的爪子推開了泥土，他終於看到了外面的亮光，激動地再次流下了眼淚。當蓋子打開的那一刻，他仿佛重生了一般。醫生檢查過身體以後，他才慢慢地站了起來，有點頭重腳輕暈暈的感覺。他很慶幸自己還活着，
也贏到了這瘋狂的極限挑戰。第3關挑戰住在完全黑暗的房子裡，只要能生存7天就會贏到10萬獎金。這裡面沒有網絡，沒有時間，更沒有光源。在這極其壓抑恐慌的黑暗中，他能堅持多久呢？陌生的房子經過處理，已覆蓋了所有的光源。一場艱難的挑戰再次開啟。阿偉所處的環境比我們想象的還要黑，好像被封印了一般，黑得讓人可怕。只有在攝像機的紅外線中才能看到他。阿偉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手扶着桌子，不敢往前一步。陌生的房子，黑暗的環境，膽子小的可能早就嚇跑了。但他要在這裡住上7天呢，必須找到吃的用的，才能應對接下來的難題。眼睛看不見，只能依靠聽覺和觸感前行。他從臥室裡摸到廁所去，又慢慢走到了門口，發現大門被鎖住了，更不會有人能提供幫助。阿偉又回到了廚房，憑着記憶勾畫整個房子。他猜到這所房子可能很大，找了半天都沒有找到臥室，摸到了2次推拉門，把他搞暈了。什麼房子會裝2扇推拉门呢？走着走着，再次錯過了床鋪。他記得之前就摸到過這根3腳架，於是朝反方向搜索，終於找到了柔軟的大床。完全黑暗的房子，隨時都会出现意外。阿偉走得很慢很慢，他在抽屜裡找到了2捆繩子，或許可以用這些做一個指引路線。他以餐桌為中心點，將桌子的右腿連接到臥室，左腿對接廚房，又扯了一根繩子直接拉到了衛生間。只要記住這3個重要的方位，就能解決吃喝拉撒睡。閉着眼睛生活7天也不是沒有可能，但他忽略了大腦應对黑暗的反應。才過去了5個小時就出現了眩暈，不敢想象以後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。阿偉在廚房的抽屜和櫃子裡找到了食物和水源，他甚至不知道吃的是什麼東西，只能依靠嗅覺來分辨火腿和麵包。剩下的時間他準備睡一覺，讓時間過得快一點。這才第1天就感覺到了恐慌和壓抑，黑暗幾乎是所有人的噩夢。第2天阿偉醒來感覺很不適應，眼睛睜開和閉着完全沒有區別，他有些莫名的煩躁，脫離了人群，陷入了黑暗。這種困境讓他很絕望，根本沒有心情去做任何事。阿偉祈禱節目組的人能來看看他，哪怕有人跟他說上一句話。導演擔心比賽會堅持不下去，於是派小助手前去查看一下。阿偉聽到通知，趕緊返回到座位上，戴好眼罩等待有人進來。這麼黑的空間，小助手也很震驚，他只有通過相機才能找到人。阿偉既興奮又憤怒，黑暗的壓抑他很希望向人傾訴，但是小助手沒有發出一點聲音。阿偉以為出現了幻覺。Я тебя слышу. Ладно. Кусок алчи. 小助手只待了一会就離開了。阿偉又恢復了一個人的黑暗牢房，他落寞地爬上床，提前開始了睡覺。沒有時間，也沒有光明，只有睡着了才能暫時忘記恐懼和絕望。第3天好像沒有那麼難過了。阿偉強制自己適應黑暗中的一切，想想盲人是怎樣生活的，對比自己反而幸運多了。7天後就能重見光明了。這時阿偉突然看到了一束亮光，等他再次眨眼時又消失了。一瞬間的錯覺，阿偉不停地尋找光源，心理專家卻認為他可能出現了幻覺，大腦反射的一種強烈信號，提醒主人顏色這一塊異常缺失了。阿偉感到煩躁不安，再待下去會不會變成瘋子？小助手的探望時間到了，阿偉在摸尋眼罩時突然打碎了水杯，他來不及收拾殘渣，及時戴好了眼罩。小助手這次帶來了畫板和畫筆，阿偉希望他們能清理下地面的玻璃渣，如果在黑暗中扎到腳就太危險了。但是小助手卻轉身離開了房子，阿偉無可奈何，只能自己想辦法。他將抱枕扔到地上，踩着慢慢走到了門口，穿上鞋子就不擔心扎腳了，然後拿一條毛巾摸索着將碎片堆到一起，在撿的過程中不小心扎到了手指。好在衛生間門口有台吸塵器，他在餐桌周圍來來回回清理了好幾遍，應該沒有玻璃渣了。漫長的黑夜，阿偉決定用畫畫打發時間。小助手提供的彩筆竟然是水果味的，他看不見也能分辨顏色。這份驚喜支撐着，一直畫了好久。相機的紅外線照不到白紙上的圖案，導演也很好奇他到底在畫什麼。後來才知道他在釋放內心的恐懼、不安和憤怒，仿佛這樣才能緩解壓力。這一天他過得比較充實。第4天，阿偉刮了鬍子，整理了髮型，他說服自己像個盲人一樣好好生活幾天，堅持下去終會看到光明。他解開了指引的繩子，每個方位幾乎了如指掌，就算閉着眼睛也能快速到達目標，好像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。阿偉鼓勵自己一定要戰勝黑暗。小助手又來探訪了，他發現阿偉閉着眼睛和他說話，幾乎沒有睜開過，而他自己完全沒有感覺到變化，甚至懷疑眼睛是用來幹嘛的。睜開和閉上有區別嗎？在小助手的提示下，阿偉重新睜開了眼睛。長時間的黑暗生活真的會改變一個正常人，這種實驗想想都覺得可怕。第5天的時候，阿偉突然消失了，任何角落都沒有他的身影。節目組的人趕緊去找，周圍的街道分散搜索，終於在一家超市門口找到了他。阿偉戴着眼罩，始終保持着黑暗。他說他很壓抑，很想出來透透氣，並沒有違反比賽規則。阿偉承受着實驗的重任，再次回到了房子裡。第6天的時候，他一直在嘆氣，說不上來的難受情緒，就好像陷入了深淵中無法脫身，特別想念外面的家人和色彩斑斕的世界。他很擔心以後再也見不到了。
心理專家分析，這可能是黑暗引起的頹廢心理，無助、焦慮和恐懼正在一點一點地吞噬他。這一天，阿偉過得很傷感，黑暗中他幾乎想起了很多傷心事，情緒低落到了谷底。終於熬到了第7天，小助手第一時間將他帶出了房間。重見光明的一刻，眼睛變得非常敏感，他激動地哭出了聲音。久違的光明，阿偉不敢睜開眼睛，沒想到他竟然做到了。很難想象，突然瞎了7天，再次看見顏色的心情。阿偉重新回到實驗的房子裡，竟然跟腦中構想的布局完全不一樣，比想象中小了很多。看來眼睛看到的跟猜到的天差地別。經過這次實驗，阿偉就像重生了一般，相信他會更加珍惜這個多彩的世界。第4關挑戰住在廢棄的地窖裡，如果能生存7天，就能贏到10萬獎金。在沒有食物和水的情況下，他能挑戰成功嗎？周圍的泥土很潮濕，裡面不但有床、沙發，還有放東西的架子，就連廁所也挖好了2個洞。只要過完1天就劃掉1個數字，請記住現在乾淨帥氣的模樣，等出去的時候或許連他親媽都認不出來。小明找到一個好朋友，在孤獨寂寞的夜晚可以相互作伴，再把房間稍微装飾一下，自己喜歡才會住得舒服。地窖的中間挖一個儲水池，如果遇到下雨天就能喝到水了。忙活了幾個小時，小明突然肚子餓了，但是沒有吃的，他只能靠睡覺麻痹自己。小床的尺寸很小，這一夜注定睡得不踏實。第1天在新奇和飢餓中結束，醒來的小明還是很想吃東西。這時節目組送下來一部對講機，裡面的聲音告訴他，餓了可以吃土啊，反正下面多的是。這導演也太狠了，當真一點食物也不給。小明看着滿牆的黃土，在乾淨的地方挖下一大勺，他很抗拒，但是餓肚子一樣很難受，剛放進嘴巴裡就被未知的味道惡心到了。這一次他鼓起勇氣再次嘗試，嚼了2口還是難以下咽，吃土的感覺太難受了。小明的決心讓導演很感動，送下來一盒罐頭，還好找到一截斷掉的勺柄，也只能用這個開罐頭了。試了半天竟然沒打開，再用木板砸幾下，小明忍不住吸了一口湯汁，久違的味道讓他很幸福。這次他終於吃到了食物，希望這盒罐頭能讓他吃飽。吃完之後精神也好了很多，而且又找到一個好朋友。他突發奇想為蟲子兄弟做了一個迷宮，誰先找到出口就把他送到地面去。小蟲子沿着路線很快到達了終點，另一隻蟲子卻做了逃兵。小明信守承諾，把它粘在棍子上，直接扔了出去。小蟲子獲得了自由，而他還要繼續待在下面。長時間的缺水讓他現在特別口渴，很希望節目組能送來一杯水。這時從上面掉下來一個鐵桶，讓他裝滿泥土來交換，這還不簡單嗎？想要多少都有。而節目組卻不按套路出牌。我是想喝水，不是要洗澡。這麼冷的天，你想凍死我呀？導演很心虛，還是送下來一杯水。小明捨不得喝完，存起來一半。只是這睡覺的小床更難受了，濕漉漉的，到了晚上會更冷。眼睛一閉一睜就到了第3天，昨天留下的水杯也被弄髒，喝了一口滿嘴的泥土味。外面不斷響起刺耳的噪音，小明讓他們不要鬧了，然後把對講機扔到了一邊。這時牆壁上流下來很多污水，原來是下雨了。小明縮在角落裡躲避雨水，小雨變成了大雨，地窖的牆壁全部打濕，泥塊時不時的往下掉落，差一點就砸到了小明。他只好站在了中間，又餓又冷，再加上這麼惡劣的環境，正常人1分鐘都待不下去。不知道小明還能堅持多久。隨後更多的泥土脫落，眼看地窖就要坍塌，小明趕緊通知節目組放棄了挑戰，這是拿命在冒險啊。小明扯着繩子逃離了地窖，他堅持了3天已是極限，7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很遺憾，小明挑戰失敗了。第5關挑戰住在僅有1平方米的小房子裡，只要堅持100個小時就能贏到5萬美金。狹窄的空間還沒有狗窩大，他能堅持多久呢？喬治看着眼前的小別墅，豈能用小來形容？但是他並不擔心，我有手機怕什麼？進去之後才發現，比想象中還要小。別說轉身了，蹲下去想起來都很難。還好這面牆壁是透明的，看起來沒有那麼悶。下面是客廳、餐廳加廚房，上面是臥室休息區。只是這麼大的小床也太突兀了，竟然還有廁所。雖然只有35厘米寬，應該不影響正常使用。喬治開始布置房間，把帶來的東西塞得滿滿當當，空間變得更小了。不管了，先玩會遊戲。很快過去了1個小時，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，背部幾乎麻木。但是空間限制也沒有別的方法。2個小時後，他實在坐不住了，抓着上方的屋頂做運動，舒展一下老腰，稍微移動肚子還餓了。他問節目組啥時候開飯，而小助手卻拿來了半熟的食物，想吃就自己做吧，在這裡面做飯，你是瘋了吧？求人不如求己，半熟的食物加熱一下就可以吃了。這小電鍋真不錯，走的時候一定要帶着。喬治吃得很飽，不想動彈，看一部電影打發時間。已經過去了6個小時，他準備洗漱一下上床睡覺，刷刷牙，洗洗臉。好不容易爬上床才發現忘記洗澡了，只能再次擠進洗手間。為什麼廁所裡沒有紙？算了，一次應該沒關係。新奇充實的一天即將結束，
半個身體躺在床上，不能伸直也不能翻身，一不小心還會掉下去。喬治把頭塞進置物架下面，勉強可以眯一會，但是一晚上的僵持，他的腿好像不能走路了。這樣的床鋪怎麼睡才會舒服呢？第二天早上，節目組拿來很多玩具，只是這麼小的房間應該怎麼玩？無聊的喬治還是每個都玩了一遍。節目組好像看猴一樣看着他，傻呵呵的也不知道在樂什麼。今天的飯菜很豐富，吃完之後繼續睡覺，睡着了時間就會過得很快。喬治睡得迷迷糊糊，渾身酸疼，腰不是腰，腿不是腿，這種感覺太難受了。他只能用玩遊戲麻痹自己。這一晚上是睡了又好像沒睡。喬治覺得自己就像一隻被困住的小鳥，壓抑至極。他很想逃離又不甘心，只能獨自面對安靜難過的夜晚。第三天早上，他的精神明顯不好，疲憊加上快要斷掉的雙腿，他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。節目組找來保姆為他打掃房間，這麼小的空間2個人怎麼裝得下？喬治尷尬的不知所措。小助手提議不如讓保姆住下吧，飯可以亂吃，話不可亂講。女朋友分分鐘到達現場，他鼓勵喬治再堅持一下。有了女友的支持，喬治又恢復了信心。這一天他過得很開心，只是到了晚上，又開始了漫長的煎熬。連續3天不睡覺，他感覺快要抑鬱了。時間過去了一大半，現在退出太不值得了。還有1天的時間再堅持。第4天，喬治變得很懶惰，吃飯也越來越少，一直擺弄手機打發時間。好朋友前來探望，這樣的房子一般人應該不能住吧？他的嘲諷喬治不以為然，反正你又拿不到獎金。朋友表示再多錢他也待不住。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勝利，節目組買了一個超大披薩獎勵他，幾乎填滿了整個房間。喬治怎麼可能吃得完？還是分享給他們一起吃吧。又到了難熬的夜晚，既然睡不着，那就不睡了。喬治整夜站着看電影，還是腿疼。4天沒有睡覺，他變得精神恍惚，很想念家裡的大床。節目組告訴他還有4個小時就成功了，終於看到了希望。他心裡高興，卻又表現不出來，整個人提不起一點力氣。剩下的時間他一動不動，好像抑鬱了。時間開始倒計時。喬治終於走出了小房子，他挑戰成功了。這個挑戰太難了，好幾次都有過放棄的念頭，沒有過硬的意志力根本做不到。